萧启清嚷收官破5.87亿。迪丽热巴陈星旭飙戏，志怪美学引爆全网热议。随着萧启清嚷在12月11日落下帷幕，这部融合了悬疑、奇幻与浓郁中式志怪美学的剧集，不仅以累计播放量突破5.87亿、弹幕互动超3亿的成绩稳坐年度爆款宝座，更凭借角色塑造的深度与演员极具突破性的表演，在社交平台掀起持续讨论热潮。从大结局聂九罗吞药化身风刀到岩拓地下接生的高能反转，观众直呼刀里闪糖，情绪像坐过山车。而主演迪丽热巴、陈星旭发布的千字长文告别角色，更让无数粉丝陷入剧中人不散的戒断情绪中。热巴写道：“聂九罗不是天生英雄，他只是一个凭孤勇闯过绝境的普通人。”而陈星旭则剖析岩拓看透世事仍守本心的复杂内核，这种对角色灵魂的深刻共情，正是该剧打动人心的关键所在。萧启清嚷的成功并非偶然。导演田丽在改编过程中大胆重构世界观，将的萧设定为基因融合的退化人类，通过剥离非人基因实现转化，彻底跳脱传统志怪题材的玄幻套路，赋予故事更强的科学逻辑与现实质感。同时，将南山猎人从古早的缠头军设定改为散居于各行各业的现代人，巡山任务也演变为4年1度的民俗仪式。这种传统落地现代的改编策略，让观众更容易带入。剧集在视觉呈现上也下足功夫，电影级构图、南宋时刻实景拍摄、光影层次的精准把控，都让整部剧呈现出难得的质感与高级感，被观众誉为志怪题材的视听革新。演员的表现堪称全剧最大亮点。迪丽热巴为塑造风刀聂九罗，提前半年进行动作特训，90%的动作戏亲身上阵，甚至恐水的她坚持完成沉车水底拍摄。导演田丽评价她是老天爷赏饭吃，更靠自己拼命的代表。而陈星旭为贴近脏包岩拓的形象减重15斤，用松弛却沉稳的表演诠释出角色闷声干大事的特质，与早年东宫中李成银的疯批深情形成鲜明反差，展现出极强的戏路可塑性。两人之间双强 CP 的张力贯穿全剧，既有并肩作战的默契，也有立场撕裂的挣扎，成为观众追更的弧心动力。更值得称道的是，萧启清嚷并未止步于爽感和视觉奇观，而是深入挖掘社会议题与人性思辨。剧中聂九罗刀、于荣边、林灵志组成的女性战力核心，打破大女主独美的单一叙事，被赞为全女强者图谱。张丽饰演的林喜柔，为族群生存堕入黑暗，其悲剧命运引发对正义边界的深刻讨论。的萧与猎人的对立，被解构为不同生存立场的碰撞。蒋百川的异化过程更暗示善恶无绝对的哲学命题。这些设定让剧集超越类型局限，具备了现实隐喻与思想深度。在行业评价方面，该剧收获广泛认可。导演田丽坦言改编如履薄冰，但坚持尊重原著精神，又不被其束缚。观众也肯定其在细节上的极致打磨。剧集还实现文化出海，泰语配音版登陆 Web 泰国站，外网观众热议迪丽热巴的蒙面刀客造型与打戏设计，成为中国奇幻内容海外传播的新样本。大结局中严先生的现身，聂九罗雕塑包的隐喻，岩拓在小院种桂花的静谧画面，都为续作埋下伏笔。观众纷纷呼吁第2季尽快提上日程，继续拓展这个志怪与现实交织的现代宇宙。从数据到口碑，从表演到表达，萧启清嚷不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年终答卷，更标志着国产悬疑奇幻剧迈向精品化、深度化、人性化的新阶段。它告诉我们，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特效与反转，而是角色背后的挣扎、选择与不灭的光。为什么说聂九罗是迪丽热巴事业的真正转折点？从流量标签到演员坐标的重塑，粉丝深度感想。在迪丽热巴的演艺生涯中，萧启清嚷的聂九罗并不是她最好看的角色，却很可能是她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重要
并不因为数据，而是因为它改变了外界审视迪丽热巴的方式，也改变了她在行业坐标中的位置。一、聂九罗不是为热巴量身定做的角色。回顾热巴早期的代表作，无论是白凤九、高雯，还是都市偶像剧中的女主，角色多少都带着为演员服务的痕迹，漂亮、鲜明、讨喜，但不危险。而聂九罗恰恰相反，她冷、拧巴、矛盾，甚至并不讨好观众。她不是天选之女，而是一个被身份裹挟、被命运逼到角落里的普通人。这个角色的核心不在于爽，而在于长期的心理压迫与自我拉扯。如果只是靠脸，聂九罗根本立不住。二、热巴第一次把自己藏起来演戏。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在萧起清壤中，迪丽热巴刻意削弱了自己的外放魅力。她的表演是收着的，恐惧不是尖叫，痛苦不是哭喊，更多是停顿、犹豫、眼神的迟疑。尤其是在聂九罗面对身份真相、面对同伴牺牲的时刻，她的情绪不是爆炸，而是坍塌。这种表演方式对一个长期被贴上浓颜流量标签的女演员来说，其实是冒险的。但正是这种冒险，让观众第一次意识到，迪丽热巴不是在演一个好看的角色，而是在构建一个完整的人。三、身体力行，打破流量不吃苦的偏见。聂九罗的另一个突破在于身体表达，90%的动作戏亲自完成，克服恐水拍摄水下戏，这些并不是用来卖惨的素材，而是直接体现在角色质感里的努力。他的风刀不是摆姿势，而是带着重量、带着疲惫感的动作，不追求炫，而追求有效。这让观众第一次不再讨论热巴适不适合打戏，而是开始讨论这个角色为什么非她不可。四、这是一次对女性角色模板的反击。聂九罗的成功也在于她跳出了传统大女主的单一叙事，她不是孤胆英雄，而是女性群像中的一环。她不是完美强者，而是允许软弱、允许逃避，却依然选择站出来的人。这种女性力量不来自于性别对立，而来自于选择的重量。而迪丽热巴用极其克制的方式把这种力量演了出来。五、作为粉丝，最骄傲的不是热度，而是方向。作为一路看着她走过来的观众，我最深的感受不是她又红了，而是她终于走在一条正确但不轻松的路上。聂九罗之后，迪丽热巴很难再被一句只有流量轻易否定，不是因为争辩，而是因为作品已经给出了答案。真正的转折点从来不是奖项，也不是热搜，而是当一个演员开始被用角色完成度和表演密度来讨论。聂九罗就是那个让坐标发生偏移的角色。如果说流量决定你能走多快，那么聂九罗证明了迪丽热巴已经开始决定自己能走多远。迪丽热巴陈星旭新剧《萧起清壤》凸脸镜头全揭秘，从特效到演技，悬疑剧的极致魅力。近期热播的《萧起清壤》凭借凸脸镜头设计，成了悬疑剧里的爆款，不仅让观众追剧时又怕又上头，还在市场上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开播首日热度就突破24000，创了平台现代剧最快破24000的记录，被大家称为现象级作品。凸脸镜头是这部剧的一大特色，主要分惊悚型和张力型两种。惊悚型凸脸以反派的萧为核心，地萧狰狞着脸突然贴近镜头，搭配骨骼外露的特效、黑暗的环境和急促的音效，制造出强烈的吓人效果。比如孙周在小树林如厕时遭遇的萧突袭，被吓得魂飞魄散；严拓打电话时的萧狗牙突然闪现，呈现出吞噬性的压迫感。稻田逃亡中，警报响起，扭曲人脸在树影中若隐若现，这些场景都让观众的心悬了起来。这种设计并不是为了吓人而吓人，而是紧密贴合剧情，直观地呈现了剧里的人魔对立志怪世界观，让观众能更深刻地感受到的萧的恐怖，从而深化悬疑氛围，
让剧情更有代入感。张力型凸脸则聚焦在双强角色的对峙和亲密互动上，通过近距离特写捕捉角色的微表情，把情绪冲突和性张力放大到极致。灭九罗持刀抵住岩拓脖梗的1秒变脸，从冷脸到狠厉，情绪切换流畅又极具冲击力。坐腿稳图要高等亲密场景中，特写镜头下两人的眼神交锋，细微表情都清晰可见，暧昧又刺激，让观众看得心跳加速。还有聂九罗装病后突然出现的反杀镜头，通过凸脸特写，把反转的惊喜和角色的力量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镜头不仅让角色关系更加立体，也让剧情的张力十足，观众追起来根本停不下来。观众对凸脸镜头的反馈特别热烈，一方面，很多人都表示被吓得够呛，有的甚至吓得扔手机，从椅子上弹起来。尤其是夜戏里的凸脸镜头，心理冲击特别强，所以建议大家开启腾讯视频的胆小模式，或者跟着弹幕一起看，靠弹幕护体来缓冲惊吓。另一方面，大家也高度认可这种镜头设计，觉得它和打戏、剧情高度融合，节奏紧凑，观剧体验非常沉浸。演员的表现更是给镜头加了不少分。迪丽热巴饰演的聂九罗，冷脸切换利落，打戏干净又带感，异域造型惊艳，在凸脸镜头里尽显力量感，让角色形象深入人心。陈星旭饰演的严拓，眼神戏精准到位，能很好的传递出角色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生图状态也非常好，和迪丽热巴的对手戏张力十足，两人组成的对抗陆夫妇全程高能，成了剧集的一大亮点。从市场反响来看，萧启清嚷的热度和口碑都相当不错。观众推荐的理由很实在，除了凸脸镜头带来的独特体验外，剧集的特效质感真实，打戏设计精彩不敷衍，双强人设全程高能，而且主演的性张力和剧情深度融合，这些都成为了剧集的加分项，吸引了大量悬疑题材爱好者的关注。对于想要追这部剧的观众，也有一些小建议。如果比较怕吓，可以优先使用弹幕预警功能，或者开启平台的胆小模式来缓冲惊吓。恐怖耐受度低的朋友，建议白天或者结伴观看，这样体验会更好。而如果你本身就是悬疑志怪题材的爱好者，那这部剧绝对可以重点追，但要是追求舒缓、轻松的观剧体验，可能就需要谨慎考虑了。总的来说，萧启清嚷通过凸脸镜头，成功构建了兼具惊悚感和情感张力的独特风格。虽然惊吓值较高，但胜在镜头设计紧密贴合叙事，演员演技在线，剧情节奏紧凑，还是成为了近期悬疑题材里的热门爆款。对于喜欢沉浸式观剧、追求刺激体验的观众来说，这部剧绝对值得一看，说不定你也会被凸脸镜头震撼到，然后沉浸在剧情里无法自拔。当镜头贴近到无法逃避，迪丽热巴与凸脸下的聂九罗，在萧启清嚷中，凸脸镜头并非单纯制造刺激的手段，而是一种对演员极其苛刻的表达方式。它要求演员在极近距离下，毫无遮挡地承受观众的凝视，情绪是否真实，人物是否成立，都会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而聂九罗之所以能在这种镜头语言中站稳脚跟，离不开迪丽热巴对角色的精准掌控。凸脸镜头最残酷之处，在于它会迅速剥离所有外在加成，没有安全的景别切换，没有情绪缓冲的空间，只剩下眼神、呼吸和面部肌肉的微小变化。迪丽热巴在这些镜头里，并没有选择用力表演，而是让聂九罗始终保持一种高度收敛的状态。正是这种克制，让角色在逼近的镜头中显得更加危险。在多场关键对峙中，聂九罗几乎不需要语言。凸脸特写之下，他的目光始终稳定而冷静，像一把尚未出鞘却已让人感到锋利的刀。情绪并非外放的愤怒，而是一种随时可以做出判断的清醒。这种状态的成立，说明演员已经不再依赖情绪张扬来证明角色的存在。
凸脸镜头也让聂九罗这个人物的矛盾性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他并不是天生的猎人，而是在责任与自我之间不断拉扯的人。镜头越近，观众越能看到他短暂的迟疑、压抑的抗拒，以及最终做出选择时的果断。这些细微变化，若处理失当，很容易显得空洞或僵硬。但迪丽热巴选择用极小的表情变化，完成角色内心的转折，让人物显得真实而可信。值得注意的是，凸脸镜头对女演员往往伴随着过度审视与误读，但在聂九罗身上，镜头并未将她塑造成被观看的对象。相反，迪丽热巴在近景中建立的是一种反向的压迫感，她在看人，而不是被看。这种气场并非来自外形，而是来自角色意识的完整与坚定。正因为如此，聂九罗在凸脸镜头中呈现出的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好看，而是一种带有风险和力量的存在感。镜头越靠近，人物越不安全，也越不可忽视。这正是聂九罗作为角色成立的关键。萧启清壤用凸脸镜头检验演员，而迪丽热巴用聂九罗证明了一件事：当镜头逼近到无法回避，他已经具备与之正面交锋的能力。这一刻，镜头不再主导人物，人物反而掌控了镜头。事实证明，发狂和失意的聂九罗才是迪丽热巴的演技高光。事实证明，迪丽热巴在新剧中的演技巅峰，尤其是她所饰演的聂九罗在剧中的疯狂和失意状态，才是她表现最为突破且最让人感到舒适的一面，也正是观众最渴望看到的风刀聂九罗。这部由迪丽热巴和陈星旭主演的都市奇幻剧，萧启清壤最近推出了超前点播的大结局。尽管由于剧情节奏等问题，这部剧在前期的热度和口碑表现不佳，但随着剧情的推进，特别是大结局中南山猎人与的萧的终极对决，仍然给观众带来了一些惊喜。在剧中，迪丽热巴的演技亮点主要集中在最后几集的失意剧情部分。在这些剧情中，聂九罗的角色展现出了他与这个角色的极高契合度，特别是在情感表达和角色塑造上的爆发力和自然度，令人印象深刻。在最后的剧情中，聂九罗为了带领南山众人脱离黑白剑，并且击败林喜柔领导的萧，服用了能够激发他作为风刀能力的风刀药。这种药物虽然可以让他的战斗力瞬间提升，但也会以燃烧生命为代价。服药后，聂九罗的表现完全陷入了狂乱状态。迪丽热巴的演技在这一段达到了高光，她的脸上露出对猎物的喜悦，邪魅的笑容让人不寒而栗。随之而来的疯狂砍杀的萧的场景，更是让她的演技突破了以往的荧幕形象，展示了与以往角色完全不同的疯狂与暴力。对于迪丽热巴来说，这一幕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突破。从之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那位单纯天真的白凤九，到《利剑玫瑰》中的理性邓妍，她的形象几乎都以温婉、理智为主。看到她在萧启清壤中的疯狂表现，真是令人大吃一惊。就像是一个原本温顺的小白兔，突然变成了邪恶的流氓兔，这种反差感非常震撼。如果说聂九罗的疯狂表现是迪丽热巴在本剧中的一次惊喜，那么他失忆后的重生演出则是他以最自然、最舒适的方式带来的另一种高光。聂九罗在严拓的帮助下重生，但失去了记忆，完全忘记了自己与严拓相识相爱的经历，也忘记了他与林喜柔的对抗。这时，他重新回到了曾经那个想要摆脱风刀身份、过平静生活的状态。他的表现依然是高冷、傲娇的，面对严拓的各种关心与追求，他总是冷漠回应，表现得像个拒绝与他人亲近的大小姐。许多人在看到这一幕时，不禁想起了迪丽热巴在《克拉恋人》中饰演的高雯，或是《你是我的荣耀》中的乔晶晶，那种美丽、高冷并且带有一些傲娇的女明星、大姐头的形象。这种性格的角色，正是迪丽热巴最适合演绎的类型，也让她在这一部分表现得十分自然。作为90后女演员中顶尖流量之一，
迪丽热巴的演技和她的颜值一样，深得人心。她演失忆的女神角色和她的个人形象简直是天作之合。回顾萧启清壤的整体表现，聂九罗在发狂和失忆状态下的演技，才是迪丽热巴在这部剧中的最大亮点。发狂的部分突破了她以往的表演方式，用极具反差感的表现，完成了这一幕充满张力的角色演绎。而失忆部分，则让她找到了最自然、最轻松的表演方式，展现了她贴近现实生活的状态。相比剧中的其他部分，迪丽热巴在失忆和疯狂状态下的演技，显然比之前的表现更加精彩，也让观众感到更加惊艳。在萧启清壤的前期，迪丽热巴的戏份较少，更多的是以外貌吸引眼球，只有拿筷子扎头发大战的萧的镜头稍有讨论，整体表现相对平淡。但随着剧情的推进，尤其是她在发狂和失忆状态下的演绎，显然更加出彩。总的来说，演员的突破和角色的契合度，才能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成为记忆中的高光时刻。而迪丽热巴无疑在萧启清壤最后的剧情中做到了这一点。尽管该剧最终的热度未达到预期，但她个人的表现却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尤其是在疯狂和失忆的两段演绎中，她的表演已经俘获了不少粉丝的心。当流量失效，留下来的才是演技。从聂九罗看迪丽热巴的女性表达，在娱乐工业高度标签化的当下，流量几乎成了某些女演员难以摆脱的枷锁。美貌被放大，努力被忽略，角色的复杂性被简化为一句她只是红。但萧启清壤中聂九罗的出现，恰恰撕开了这种惯性认知，也让人重新审视迪丽热巴作为演员的真正价值。聂九罗不是被观众爱上的角色，他是被看见的角色。他冷、狠、孤绝，拒绝讨好，也不承担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抚慰功能。在发狂状态下，他不是被拯救的对象，而是主动选择燃烧自我，换取胜利的人。那种近乎残酷的清醒，与其说是剧情需要，不如说是一种女性主体意识的极端呈现。她知道代价，却依然做出选择。尤其是在风刀爆发的段落中，迪丽热巴完全放弃了以往荧幕形象中的安全区。没有好看的表情管理，没有可供截图的精致角度，只有野性、失控与极强的攻击性。那是一种不被审美规训的女性状态，她不需要被理解，也不试图被怜悯。这种表演本身，就是对女演员必须美、必须柔的隐形规则的一次正面冲撞。而失忆后的聂九罗，则展现了另一种层面的女性力量。她依旧冷淡、克制，却不再被命运和身份定义。没有宏大的使命，没有被牺牲的道德光环，她只是选择回到自我。这种退回生活的叙事，在女性角色中尤为珍贵。不是所有成长都必须通向悲壮，女性也有权利选择平静。正是这两种看似矛盾却高度统一的状态，让聂九罗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功能化的角色。迪丽热巴在这里完成的，并非一次情绪的炫技，而是一次表演立场的转移，从被观看到主动表达。也正因此，她只是靠流量的说法，在这个角色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流量无法支撑90%以上的实拍动作戏，无法完成情绪极端切换下的稳定表演，更无法让一个角色在风与镜之间保持内在逻辑的连贯。真正留下来的是对角色的理解、身体的投入，以及对女性叙事边界的不断试探。聂九罗不是迪丽热巴演技的终点，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它证明了一件事：当一个女演员不再急于被喜欢，而是选择被尊重时，所谓的流量标签自然会失效。如果说女性角色的进化是从被拯救到自我选择，那么聂九罗已经站在了很前面的地方。而迪丽热巴正用一次又一次不取巧的表演，走出属于自己的演员坐标系。这不是流量的胜利，这是女性表达的胜利，也是演技被认真对待的开始。迪丽热巴新剧搭档陈飞宇，
他演鬼王主动示爱扑倒他花絮曝光田帆。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代，迪丽热巴与陈飞宇的合作无疑吸引了大量观众的期待和关注。在他们合作的新剧《木须词》中，二人所饰演的角色以及深刻的情感描写，让人不禁好奇，这段充满奇幻色彩的古代爱情故事将如何展开。剧中的背景设定为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其中失去五感的鬼王和英俊的少将之间的爱情故事令人向往和期待。在剧中，迪丽热巴饰演的鬼王无疑是一个十分吸引观众的角色。为了让这个角色更加立体，她不仅要在情感上进行深刻的挖掘，还需要在表演上做到细腻入微。鬼王因失去五感，对世界的认知完全依赖于内心的感受，因此他的孤独和对爱的渴望愈加显得强烈。每当夜深人静时，那种对温暖和陪伴的渴望便涌上心头，令人不禁心生怜惜。与鬼王相对的是陈飞宇饰演的少将，他勇敢坚定，身上洋溢着阳光般的气息。少将肩负着保卫家国的重任，在一次次的战斗中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但内心深处，他同样渴望着无拘无束的爱情和温暖的陪伴。两人的相遇看似偶然，实际上却像是命运的安排，让彼此在孤独的旅途上找到了共鸣。剧中的花絮镜头引起了观众的热议，迪丽热巴饰演的鬼王扑倒在陈飞宇身上，那一刻，两人对视的眼神仿佛传递着无限的情感。迪丽热巴轻轻抚摸陈飞宇的眉眼，这一细腻温柔的动作不仅展现了角色的情感深度，也体现了两位演员之间的默契。观众在这一幕中看到了羞涩的初恋感，也感受到了深厚的情感羁绊。在这一过程中，观众不仅被剧情深深吸引，更被角色情感的丰富性所打动。鬼王因失去感官而无法理解爱情的真谛，而少将在保卫国家与追寻爱的过程中不断挣扎和努力。这种情感上的反差也引发了观众的深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否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孤独与挣扎？虽然花絮让观众看到了两位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但正是剧集的播出才是最大的考验。观众期待的，除了美丽的画面与浪漫的剧情，更是角色的成长和情感的升华。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观众对剧情的要求愈加挑剔。优秀的剧集不仅需要引人入胜的情节，更要对人性进行深刻的探索。在剧集开播前，关于木须词的讨论在社交媒体上愈发热烈，很多粉丝纷纷表示对迪丽热巴和陈飞宇的搭档充满期待，认为两位演员的合作是一种全新的尝试。而与此同时，也有人对剧情的发展有所担忧，他们希望在欣赏浪漫故事的同时，能看到角色在心理与情感上的成长。随着剧情的推进，迪丽热巴饰演的鬼王将逐渐探索如何在失去感官的情况下理解和感受爱。他可能会在与陈飞宇的互动中发现，爱情不仅仅是依赖于五感的体验，更是一种心灵的共鸣和情感的连接。这种探讨将引发观众的思考，真正的爱情是如何建立在彼此理解与支持的基础上的。而陈飞宇饰演的少将也将在剧中经历心理的成长。他在追求理想与爱情的过程中，必定面临许多挑战与选择。观众期待看到他如何在责任与情感之间找到平衡，并最终实现个人的成长与蜕变。随着木须词的播出临近，观众们对这部剧的期待值也愈加高涨。每个细节，每个情感的瞬间，都有可能成为引发观众共鸣的关键。通过这部剧，观众或许能够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和生活的美好，同时体验到不同的人生故事。最终，迪丽热巴与陈飞宇在木须词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位鬼王和一位少将的浪漫爱情，更是一段关于自我发现与成长的旅程。无论是失去感官的孤独，还是在爱情中寻求温暖的渴望，都将为观众带来深刻的思考。正是这种情感的深度和角色的立体性，让这部剧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
每当迪丽热巴有新作品释出，总会出现一种熟悉的声音，她不就是靠脸演言情吗？这类评价听起来轻描淡写，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当下的影视语境中，言情本身并不是一种低级类型，而对女性演员而言，它反而是最容易被低估，也最容易被误读的表演领域。以《木须辞》中迪丽热巴饰演的鬼王为例，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甜宠女主，她失去五感，与世界隔绝，情感并非外放，而是长期被压抑在内心深处。她的主动示爱，并不是为了制造糖点，而是一种角色层面的生存本能。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触觉、嗅觉、听觉确认世界的存在时，情感的靠近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很多人只看到了扑倒暧昧甜，却选择性忽略了这种亲密戏的难度，恰恰在于不能流于表面。如果只靠颜值堆砌，画面会空洞。而迪丽热巴的表演是通过眼神、停顿、呼吸节奏，让观众意识到这个角色并不是在谈恋爱，而是在学习如何感受爱。说她只会演言情，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性别偏见。男性演员在爱情戏中被称为有俗感有魅力，而女性演员一旦在情感戏中成立，就会被贴上只会谈恋爱的标签。这并不是对演技的评价，而是对女性角色价值的贬低。回看迪丽热巴近几年的角色轨迹，会发现她从未停留在单一模式里。无论是萧启清壤中发狂与失意并存的聂九罗，还是木须辞中感官缺失却情感丰沛的鬼王，他始终在尝试将被观看的美转化为有主体意识的角色力量。他不再只是被爱的人，而是主动选择、主动靠近、主动承担后果的人。真正成熟的女性叙事，从来不是拒绝爱情，而是不再把爱情当作唯一价值。迪丽热巴的角色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她们可以爱，但并不依附；可以柔软，但不脆弱；可以亲密，但始终保持自我。如果一定要说她常出现在情感题材里，那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她在不断拓展女性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存在的表达边界。这不是流量的安全区，而是最容易被放大检视，也最容易翻车的领域。能够反复站在这里，且持续引发讨论，本身就说明了她的完成度。所以，与其问她是不是只会演言情，不如反问一句：当一个女演员把情感戏演到让人反复讨论、反复解读时，这到底是类型的局限，还是能力的证明？迪丽热巴正在用一个个角色告诉我们，真正限制女性演员的，从来不是她们演了什么，而是我们是否愿意认真看她们演了什么。迪丽热巴紫色魅惑大片杀疯了，黑裙配宝石项链，这危险又精致的美谁顶得住？家人们快来看迪丽热巴的最新杂志大片，这姐直接把危险精致感焊在了身上。紫色光影下穿着黑色亮片裙，又纯又欲又带点小野猫的攻击性，评论区都在喊姐姐杀我。今天必须带你们品品这组让人移不开眼的紫色妖姬神图。先看这条战袍级别的黑裙，抹胸设计露出精致锁骨，裙身用黑色网纱拼接亮片，走动时像把银河穿在了身上。最绝的是侧面的树叶镂空图案，若隐若现的肌肤在紫色灯光下简直性感直拉满。迪丽热巴的蚂蚁腰贝勒的盈盈一握，裙摆开叉到大腿根，一转身就是白到发光的大长腿，这身材比例简直是女娲炫技。细节控表示要疯，黑色长指甲涂的又尖又亮，轻轻划过额头的瞬间又纯又欲，脖子上的钻石项链闪到晃眼，蝴蝶造型吊坠正好落在事业线中央，和耳间的珍珠钻石耳环形成完美呼应。特别是她单手撑墙的姿势，肩膀微微耸起，眼神睥睨又带点迷离，活脱脱就是从古墓丽影里走出来的美艳女特工。这组大片的光影运用绝了，紫色背景布像流动的丝绸，把热巴的冷白皮衬得像在发光，时而侧头用发丝遮住半张脸，时而抬手轻抚项链，每个动作都带着危险信号。
最绝的是她穿紫色纱裙那张薄纱被风吹起，露出纤细腰肢，眼神又纯又野。评论区都在问，这是迪士尼在逃魔女吧？谁还记得克拉恋人里那个傻白甜高文？现在的迪丽热巴完全是人间古王，立体的五官在紫色光影下更显深邃，眼尾上挑的猫眼妆配豆沙色唇釉，又甜又辣又带着致命诱惑。她好像天生就该站在镜头前，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精准踩在审美点上，这种危险又精致的气质内娱真没几个能驾驭。讲真，这组大片把高级感和性感平衡的太绝了，没有刻意露肉，却靠眼神和姿态把魅惑感拉满。黑色亮片裙配紫色背景，像暗夜里绽放的黑玫瑰，美丽又带刺。特别是她扶额的经典 pose， 黑色指甲划过眉心，眼神望向镜头时带着点挑衅，谁看了不喊一声老婆？看完这组图，终于明白为什么说迪丽热巴是浓颜系天花板。这种360度无死角的美貌，加上越来越强的时尚表现力，简直是行走的画报。希望姐姐多拍点这种风格，毕竟谁能拒绝又美又飒还带着危险气息的迪姐呢？第一次真正理解什么叫危险而精致的美，是在看到迪丽热巴这组紫色主题杂志大片的时候。那不是单纯的漂亮，也不是用力过猛的性感，而是一种带着锋芒、带着距离感，却又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气质。她站在镜头前，不需要多余的表情，不需要刻意的动作，光影一落下，故事就已经开始了。紫色光影之下，黑色亮片裙像是夜色中缓缓流动的银河，抹胸设计勾勒出她清晰而优雅的肩颈线条。锁骨线条干净利落，却不显单薄。裙身的亮片与薄纱在灯光中折射出冷冽的光泽，既华丽又克制。那不是取悦型的美，而是一种我站在这里，你来或不来都无所谓的从容。迪丽热巴身上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就在于这种不迎合的自信。她的身材比例在镜头中近乎完美，但真正让人着迷的并不是所谓的蚂蚁腰或大长腿，而是她对身体的掌控力。无论是单手撑墙、微微抬肩，还是指尖轻触额头的瞬间，她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干脆，没有多余的犹豫。这种身体语言是长期与镜头对话、与舞台磨合后才会形成的成熟表达。美在这里不再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主动释放的气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眼神。在紫色背景的映衬下，那双眼睛不再只是好看，而是有了情绪的层次，冷静、疏离、审视，偶尔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挑衅。他看向镜头时，并不是请求认可，而是像在反问：你准备好直视我了吗？这种眼神既不讨好，也不解释，却极具侵略性，让人无法忽视。配饰的选择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气质。宝石项链垂落在锁骨与胸口之间，既是点缀，也是宣言。黑色长指甲锋利而冷艳，与她的表情形成呼应。所有细节都在强调同一件事，这是一个完全掌控自己美貌的人。她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也清楚什么样的表达最有力量。很多人喜欢用浓颜系天花板来形容迪丽热巴，但这组大片真正证明的并不是她五官有多立体，而是她已经拥有了将美转化为风格，将外貌升级为气质的能力。紫色光影并没有吞没她，反而成为她的舞台。华丽造型没有喧宾夺主，而是被她的神态所驾驭。镜头不再主导她，而是配合她。如果说早期的她让人记住的是明艳，是抑郁，是惊艳的第一眼，那么现在的迪丽热巴已经走到了耐看的阶段。你会发现，这组照片越看越有味道，不是因为露得多，而是因为她懂得留白；不是因为造型夸张，而是因为气质稳定。那是一种成熟女性才具备的审美自觉。这组紫色大片之所以让人移不开眼，并不只是因为美的杀疯了，而是因为它呈现了一种少见的平衡，性感却不廉价，冷艳却不疏远，危险却不失分寸。
迪丽热巴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美不是单一答案，而是一种可以被不断拓展的表达空间。当她站在紫色光影之中，你会明白，有些美不需要解释，只需要存在。时隔3年，迪丽热巴这波玛丽猫依旧是颜值天花板。家人们谁懂啊？迪丽热巴的玛丽猫居然还有售后，时隔3年突然空降新图，这波真的是过年级别的惊喜。不懂这组神图的人真的有难了。谁能忘记当年热巴那套封神的玛丽猫造型，一袭粉裙配超大蝴蝶结拖尾，娇俏灵动的模样，活脱脱把动画里的玛丽猫拽到了现实，甜而不腻，还带着几分娇矜，直接被网友封上被圣光照拂的猫的美称。这颜值暴击至今还刻在大家的 DNA 里。本以为那套造型已是巅峰，只能反复考古回味，没想到时隔3年，居然能蹲到玛丽猫新图，直接把期待值拉满到爆棚。新图里的热巴依旧是熟悉的娇俏范儿，光影落在她身上自带圣光滤镜，发丝都泛着温柔金边，眉眼间既有小猫咪的软萌娇憨，又带着几分明艳贵气，慵懒又灵动的神态，瞬间把被圣光照拂那窝儿拿捏得死死的。她微微垂眸时眼尾带俏，浅笑时梨涡浅浅，一举一动都像极了被神明偏爱的灵猫，甜而不做作，艳而不张扬。不管是发丝的弧度还是裙摆的褶皱，都精致到无可挑剔。明明还是熟悉的玛丽猫气质，却比3年前多了几分沉淀后的惊艳，妥妥的颜值持续开挂，越品越绝。网友们看完直接集体狂欢，评论区彻底沦陷，有人疯狂刷屏救命。这是从油画里走出来的喵系美人吧？还有人玩梗3年了，迪丽热巴还在靠玛丽猫杀疯内娱，这颜值保质期是永久的吧？更有粉丝激动表示谁的 DNA 动了我不说，这波考古变心凉，幸福来得太突然。咱就是说，内娱颜值天花板果然名不虚传，别人是昙花一现，迪丽热巴是持续输出美貌暴击。3年前的玛丽猫已是封神名场面，3年后的新图依旧能轻松图榜热搜，这份自带圣光的猫系氛围感，真的没人能复刻。没有夸张滤镜，没有刻意凹造型，光是往那一站，就能美得像一幅流动的画，慵懒中透着贵气，娇俏里藏着明艳。难怪大家都说不懂这场的有难了，这份被圣光照拂的灵动与惊艳，看过才知道什么叫顶级颜值与气质的双重碾压。不得不说，迪丽热巴真的把玛丽猫这个标签焊在了身上，时隔3年依旧能靠同款气质杀疯，用颜值和氛围感证明什么叫内娱独一份的喵系神颜。这波新图直接让网友集体开启循环播放模式，美到根本挪不开眼。在瞬息万变的华语娱乐圈，美貌从来都不是稀缺资源，真正稀缺的是经得起时间审视，能反复被记住的面孔与气质。而迪丽热巴恰恰是那种在流量更迭、审美轮转中始终被反复提及、不断被重新确认的存在。这些年，关于她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过2个关键词：颜值、高度与个人影响力。但不同于昙花一现的话题型美人，迪丽热巴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美并非一次性消费，而是一种持续输出、不断沉淀的长期价值。从早期被注意到的异域五官，到后来逐渐成型的个人风格，她的美始终具有极高的识别度，立体却不锋利，明艳却不浮躁，既有镜头偏爱的冲击力，又保留了情绪与气质的留白空间。这种兼具张力与包容度的外形条件，使她在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中都能成立，也让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自带讨论度。更重要的是，迪丽热巴并未被单一审美标签所困住，她可以是明媚张扬的红毯焦点，也可以是安静克制、极具氛围感的镜头中心。无论是时尚大片、影视定妆，还是角色造型，她始终能够在视觉上完成记忆点的塑造。这种能力本身就是顶级艺人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颜值决定了一个演员能走多快，
那么气质与稳定性决定了她能走多远。回看迪丽热巴的公众形象变化，会发现她并非依靠刻意转型来维持新鲜感，而是通过时间让美本身发生层次变化。从早年的灵动甜美，到如今多了一份沉静与笃定，她的美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是具备了叙事感与故事感。这也正是她在时尚领域、商业领域持续受到青睐的原因。品牌需要的从来不只是漂亮的脸，而是能够承载理念、传递情绪、长期共存的形象。迪丽热巴身上那种稳定而强大的视觉存在感，使她成为一种安全且高回报的选择，也进一步巩固了她在行业中的位置。在观众层面，她的影响力同样呈现出罕见的持久性。许多曾经被视为封神的造型，在数年之后依旧能够被反复提及、重新讨论，甚至在新一轮曝光中再次引发热议。这说明她的美并非依赖当下流行趋势，而是已经进入了集体记忆层面。事实上，在华语娱乐圈，美貌会被迅速复制，但气质与个人符号感无法量产。迪丽热巴之所以能够被反复认证为颜值天花板，并不是因为她从未被超越，而是因为她始终保持着独特性与稳定输出。这种长期存在感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行业话语权。当时间拉长，热度褪去，讨论回归理性，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当下最喧哗的名字，而是那些始终站在画面中心、无法被忽视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迪丽热巴早已不只是某一阶段的焦点人物，而是华语娱乐圈中一个被反复验证、持续生效的审美符号。而这正是她颜值地位与影响力得以长期成立的根本原因。迪丽热巴变得太帅气了，白色衬衣搭配黑色西服变身极品女王。当迪丽热巴穿着白衬衫黑西装亮相的那一刻，全场仿佛被按下了特效开启键，这哪是普通的穿搭秀，分明是大型气场碾压现场。经典的黑白配被她玩出了电影大片既视感，活脱脱从时尚杂志封面走下来的女王本王。旁边的其他造型瞬间沦为模糊背景板，连灯光都懂事的自动调成专属追光模式，生怕耽误观众欣赏这份顶配颜值与气场的双重暴击。这套西装怕不是拿游标卡扯亮身定做的气场战甲吧？肩线挺刮的能扛住10级台风，站在那里就像一座移动的气场铺垒。腰线收得恰到好处，仿佛爱算法精确计算过每一寸距离，走路时衣角的摆动都带着姐就是女王的节奏感。普通职场人穿西装是认真上班的精英，热巴穿这套直接升级成跨国集团女总裁，自带生人勿近的 BGM， 连路过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偷偷咽口水。这压迫感是我等凡人能靠近的吗？白衬衫配领带的小心机更是绝到骨子里。简约的白衬衫没有多余装饰，却被她穿出了下一秒就要拍板10个亿项目的职业感。随手抓领带的动作更是撩人于无形，仿佛下一秒就要说这个方案我要了，连现场的摄影师都忍不住多按了几10次快门。谁能拒绝这种又飒又 A 的姐姐呢？估计在场的人心里都在疯狂刷屏，姐姐好飒，我可以。双引号。珍珠项链和金色耳饰的搭配则是点睛之笔，像给霸气的女王范加了一层柔焦滤镜。复古珍珠项链注入了优雅灵魂，金色耳饰闪得像夜空中最亮的星，平衡了西装的酷帅感，让她的气场既有棱角分明的强大，又不失女性的柔和贵气。这细节处理的就像大厨在顶级牛排上撒了一勺黑松露，瞬间把整体造型的格调拉到满分，贵气感简直要溢出屏幕。热巴用这套造型完美证明，女王范从来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穿出来的。从剪裁到配饰，每一处都藏着小心机，把一件普通的黑白西装穿出了极品女王的气场。想要 slay 全场，选对战袍比什么都重要，毕竟不是谁都能把西装穿成行走的时尚教科书，但热巴做到了，而且做得让人拍案叫绝。
在当下的娱乐语境里，谈论女演员的美，早已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美常常被简化为标签，被消费成流量，甚至被拿来否定她们的能力与价值。但当我看到迪丽热巴身穿白衬衫、黑西装站在镜头中央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真正高级的美，从来不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力量。那不是单纯的好看，那是一种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讨好，甚至不需要任何附加修辞的存在感。她站在那里，镜头自然安静下来，周围的一切退为背景。不是因为夸张的造型，而是因为她的气场已经完成了自我叙述。白衬衫与黑西装本是最基础、最中性的组合，几乎不带任何性别暗示。但在迪丽热巴身上，它却被穿成了一种当代女性的象征语言，克制、理性、锋利，却又不失优雅与分寸。她没有刻意去变得像男人，也没有用柔美去中和力量，而是让力量本身呈现出女性独有的形态。很多人说这是女王范，但我更愿意称之为女性主体感的完整呈现。她的站姿、目光、微小的动作细节，都透露出一种非常清晰的信息：我知道我是谁，我不需要通过任何人的认可来证明这一点。这种气质，与其说是穿搭的成功，不如说是多年自我认知与职业沉淀的外化结果。而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她如何打破了美等于被凝视的老旧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明星的美往往意味着顺从、取悦、被定义。但迪丽热巴的美正在走向另一条路径，美不再是她的全部，而是她表达自我的一种工具。它可以是红衣下的浓烈，可以是古偶中的浪漫，也可以是西装里的冷静与锋芒。美在她身上不是单一风格，而是一种可自由切换的能力。这恰恰是一种女性力量。时尚在这里也不再只是穿什么，而是我如何站在世界面前。黑白西装不强调身体曲线，却强调结构；不靠暴露制造话题，却用线条与剪裁构建权威感。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女性不需要用性感证明价值，女性本身就拥有定义空间的权利。迪丽热巴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外形极具冲击力，却没有被外形反噬。她没有被困在只有颜值的叙事里，而是不断拓展颜值所能承载的意义，从甜美到冷艳，从幻想到力量，从被注视到主导视线。当一个女性能够在美之上叠加气质、判断力与自我掌控，她就不再只是符号，而是成为一种风格本身。这也是为什么迪丽热巴的每一次亮相总能引发讨论，却不容易被复制。因为真正不可复制的，从来不是五官，而是她身上那种已经完成自我认同的稳定感。她不急着证明什么，也不急着反驳什么，她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在这个仍然习惯用标签定义女性的时代，这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温和却坚定的反叛。而这或许正是迪丽热巴作为象征性美与气质的真正价值所在。杨紫 vs 迪丽热巴，真娘传要和木须辞对打，这胜负有点明显。90花顶流第3次撞档，央视正剧与腾讯古偶的正面交锋。真娘传未播先入围年度期待，木须辞紧急提档迎战。3月剧王之争背后是两种娱乐产业的博弈。2026年1月13日，杨紫迪丽热巴新剧或对打的词条瞬间冲上热搜榜首。两位90后顶流女星的第3次正面撞档，让原本平静的开年剧集市场瞬间沸腾。杨紫主演的《真娘传》和迪丽热巴领衔的《木须辞》均暂定3月同期播出。这将是他们继2023年暑期档《长相思》与安乐传对决后的再次交锋，一场关于演技、流量与题材的较量提前拉开帷幕。真娘传作为央视2026年大剧片单成员，早就定下了3月播出计划，而木须辞原定5至6月上线，却突然提档至3月16日前后，
形成了这次正面交锋。木须辞目前尚未通过审查，播出时间仍存变数。这一变动让剧迷们议论纷纷，有人猜测是平台方刻意为之，也有人认为是正常的排播调整。这不是杨紫和迪丽热巴的第一次交手。2023年暑期档，杨紫的《长相思》以腾讯视频3万热度和豆瓣7.6分的成绩领先，而迪丽热巴的《安乐传》虽然创下优酷站内连续10日破万的纪录，但5.6分的口碑略显逊色。两部剧从题材上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赛道。《真娘传》聚焦徽墨非遗文化，讲述至末世家妖女李珍打破传男不传女陈规，传承古法制墨技艺的故事。该剧原名《家业》，是安徽省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扶持的重点项目。剧中详细展现炼烟、捣墨、和料、压模、描金等36道古法制墨工艺。道具团队专门聘请非遗传承人指导。木须辞则延续古装奇幻路线，改编自晋江热门小说《白日提灯》。迪丽热巴饰演的赫斯木是活了400年的归墟女领主，与陈飞宇饰演的少年将军段须展开一段永生者与短命人的宿命爱恋。剧集主打五感互通设定，融入东方奇幻美学，服装设计参考敦煌壁画元素。预告片中迪丽热巴的银发紫瞳造型已在社交媒体引发二创热潮。迪丽热巴在木须辞中挑战艺人双面设定，既是孤高霸气的归墟鬼王，又是伪装成娇弱少女的贺小小。预告片里她是几点脚看谈话，受惊缩间强装镇定的细节，展现角色反差魅力。陈飞宇为饰演少年将军减重10斤，武打戏份全部亲自完成。他与迪丽热巴的互通五感设定要求表演高度同步，两人为培养默契提前进行剧本围读1个月。真娘传由央视牵头，爱奇艺、画册影视联合出品，导演会接动曾指导延禧攻略。戏骨傅大龙、田小杰的加盟提升表演质感。傅大龙饰演的老默师有多场对手戏，现场常与杨紫即兴发挥，碰撞出不少精彩片段。木须辞由腾讯视频与万众和星联合出品，定位纯网播剧。服化道团队增身与多部 S 加古偶制作，女主角红衣融入敦煌卷草纹样，转身瞬间意媚翻飞如星河流转。真娘传采用央视8套加爱奇艺双平台联播模式，覆盖中老年电视观众与年轻网络群体。木须辞锁定腾讯视频独播，依托平台算法精准触达古偶受众。剧集未播先热，海外版权已被 Disney 加购入，计划进行多语种配音发行。有剧迷调侃这是长辈看杨紫传承文化，年轻人追迪丽热巴奇幻虐恋。两部剧受众重叠度低，更像是一场互补共赢。杨紫从战长沙到长相思，逐步完成从童星到实力派的转型。2025年，她凭借《国色芳华》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提名，3部主演作品同时入选央视2026年度重点片单。有剧迷发现，《真娘传》预告片中杨紫手部特写镜头持续了3秒，指甲缝里的墨渣清晰可见。而木须辞里迪丽热巴的红衣飘带长达5米，需要6个工作人员同时操控才能达到飘逸效果。当杨紫在黄山古村落体验制墨工艺时，迪丽热巴正在横店的绿幕前演绎400年的孤独。3月荧屏上的较量，看似是2位演员的竞争，实则是内娱内容生产路径的分水岭。这不是输赢，而是2条路，从木须辞看迪丽热巴的真正位置。当杨紫 vs 迪丽热巴新剧对打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很多人第一反应仍然是熟悉的那一套，谁更有演技，谁更有口碑，谁赢谁输。但冷静读完这类分析型报道后会发现，这其实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胜负之争，而是2位顶流女演员走在2条截然不同却同样重要的内容路径上。真娘传代表的是正剧体系、文化书写与现实题材的厚度，而木须辞则站在古装幻想、美学叙事与情绪价值的另一端。把这2条路径强行拉到同一套评价标准里，
本身就并不公平。也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迪丽热巴的独特位置反而显得更加清晰。在木须词中，迪丽热巴饰演的是一个活了400年的归墟女领主。这个角色并不依赖密集的台词输出去证明演技，而是通过状态、气场、眼神与细节完成塑造。孤独、压抑、疏离、克制，这些情绪并不外放，却持续存在。尤其是在预告片中，她在市集里踮脚看糖画，受惊后强装镇定的瞬间，那种角色的双重身份感被处理得极其细腻。这不是流量模板式的表演，而是对古偶人物复杂度的一次升级。很多人习惯用证据标准去否定古偶，用现实题材去贬低幻想叙事，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演员都能撑起一个完整的幻想世界。古装、神话、长周期 IP 对演员的要求从来不只是好看，它需要稳定的镜头表现力、极强的造型消化能力，以及长期维持角色说服力的气场。这恰恰是迪丽热巴最稀缺也最不可替代的能力。她所承担的从来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一整套审美体系的落得者。从红衣、银发、异瞳到敦煌美学、东方奇幻，她让抽象的设定变成可被大众接受、愿意追随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木须词未播先热，海外版权提前售出，二创内容迅速扩散。能让幻想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专业能力。因此，当有人用只有流量、只会演古偶来定义迪丽热巴时，其实暴露的是评价维度的狭隘。她并不占据证据体系的中心，却牢牢站在大众文化传播的前线。她不以奖项证明存在，却用持续多年的影响力支撑着一个类型的生命力。真正成熟的观众会明白，娱乐产业并不是只有一条正确道路。有人负责记录现实，有人负责构建梦境，而梦境的价值从来不低于现实。正如有人记住历史，也总有人记住那些让人愿意走进故事、相信情感的瞬间。迪丽热巴不需要在对打中证明自己，她早已站在自己的坐标系里，稳定、清醒、不可替代。当时间回望这一阶段的华语娱乐市场，它所代表的不只是某一部剧，而是一种持续输出美学、情绪与想象力的存在方式。这不是输赢，而是位置。而迪丽热巴已经站稳了她的位置。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